人这一辈子呀，总希望在重要的事情上，自己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来体现我们的选择和尊严。可是有一件事情啊，不见得自个儿能做自个儿的主，那就是当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是不是要进行大量的以痛苦为代价的延续无意义生命的治疗？可能这个时候，医生、亲人的意见占据了上风，就由不得病人自己来做主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希望自己能够有尊严的活着，也希望自己能够有尊严的死去。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今年7月份，北京民政局批准之下，挂靠到北京卫生局下边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正式成立。他们试图用立生前预嘱的方式来实现有尊严的死去。画面上呢，这位呢名字叫罗点点，她是中国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这次这个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就是由她来倡导的，同时还有呢开国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那么所谓的生前预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啊，人在清醒的时候，就是绝对理智的时候，立这样一个其实属于遗嘱性质，就是说当我比方说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要不要用心肺复苏术啊、人工呼吸机啊，把这个气管切开插进这个管道，就要不要搞这些？或者说你得了不治之症癌症的时候，要不要在已经进行一系列治疗无效情况下继续使用化疗？就是我刚才说，要不要以痛苦为代价来延续无意义的生命？就你要表态，这个我们叫生前预嘱。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实现我前面说的有尊严的死亡。很多病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往往要经历这样的过程：心脏按压起搏，上呼吸机，24小时补液，躺在重症监护室，意识渐失，脏器衰竭，即使脑死亡了，也可能还继续靠医疗设备维持心跳。如果发生了心脏骤停，我不需要心脏，我心脏走啊，我不需要复苏啊。如果呼吸停了，你就让我停掉吧。7年前，做过20多年医生的罗点点，联合一些医学专家，成立了国内首家倡导尊严死的公益网站。尊严死也称自然死亡，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而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程度地减少痛苦。像为什么我们说罗点点、陈小鲁这些人会推广这个生前遗嘱，其实来自于他们的生命体验。这罗点点的婆婆呢，在2006年呢，由于这个肝脏各个器官衰竭，当时呢就决定说要不要插上呼吸机。其实上她这个生命已经到了终点了。这时候罗点点呢说，我来做婆婆的主。我婆婆如果清醒的话，她不会希望用这种方式，既浪费了医疗资源，对自己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将会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所以在她极力主张之下，拔掉了人工呼吸机。几个小时之后呢，老人家很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人世。所以后来罗点点就说自己当初决定是正确的。她当时等她婆婆死了之后，翻她婆婆的遗物的时候呢，发现在她婆婆日记本里边夹个纸条，就说我希望在我临终之前不要做无意义的增加我痛苦的医疗。这个事情呢，可以由我的儿媳来做主，因为罗点点呢本身是学医的，她既有这个常识，也有这个意识。所以罗点点她自己本身就签了生前预嘱，就说我要有那一天，我同样和我婆婆的做法是一样的。那么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他直接就对媒体讲过，就自己非常后悔的是呢，当年他父亲临终前，我们说陈毅元帅是1972年过世的，过世之前也是身患重病，当时用大量的医疗手段治，根本无法挽回陈毅元帅的生命，反而白白的增加他的痛苦。那时候我父亲可能已经是基本上没有知觉了，这个喉咙里是就气管切开，对吧？插着管子，他也不能讲话了，身上都是管子啊。那我看得非常难受，就是这个人躺在地方啊，人已经不成形了，就是靠这个呼吸机，靠输液，靠打强心针来维持啊。陈小鲁就忏悔说，我后悔的是我当年没有能替父亲做这个决定，把呼吸机拔掉了，不要遭罪，安静的离开这个世界就完了。
所以说这样的这个行为呢，来自于他们的人生体验。其实在我们国家呢，刚才我说了，这种情况在中国民间也是非常常见的。有一位这个人到中年的这位医生，他本身是医生，他父亲得了癌症，在家庭的压迫之下呢，这种压力很大，亲戚朋友都看着，决定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给父亲治疗。结果父亲在临终前这几个月受尽了痛苦，各种各样的化疗，人工呼吸机又进行牵引，就可以说老人生不如死。这个时候老人自己已经做不了主，他要能做主的话，他甚至希望医生尽快的结束他毫无意义的生命。而这种情况下，第一种是病人受尽了痛苦，也无法挽回生命，最多就是多活那么几天几个月而已，这时候生命就毫无质量可言。还有第二种情况，病人变成植物人了，仅仅存在着生理意义上的存活，实际上已经脑死亡了，那还有必要通过人工手段来延续他的生命呢？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他的生命是人工生命，并不是我们正常意义上讲那种鲜活的生命。那么这时候还有没有必要再采用这样的手段？有的人说，那你说那病人呢遭罪，他遭罪他也不见得就真愿意离开这个世界，有那么句话吗？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呢。那有不少老人到那时候，哎呦，那求生欲望很强的，你说你这时候就说医疗无效了，给他停了，他能干吗？其实呢，现代的心理学分析过，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经历了几种心理阶段，它有5个阶段，有否认，有愤怒，有恐惧，最后有抑郁，然后呢最终是接受。这个恐惧阶段呢也是祈求的阶段。你看，当医学诊断说某某人得了癌症，这个人一开始是否定，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能得癌症呢？这是先是否定，接下来呢他感觉到这种生命已经受到威胁了，即将走向死亡，他变得很愤怒，脾气暴躁易怒。再接下来他开始深深的恐惧，这个恐惧阶段就是他祈求的阶段，他这时候非常愿意配合治疗啊，我怎么能让我留一条命啊，我可不想死啊。可是再接下来他的理智又占了上风了，他认为不可逆了，治也没用了，所以这时候往往他情绪很抑郁，到最后呢临终时候他已经能够接受死亡。也就是说，人在临终时候他的情绪容易上下波动，其实这个波动并不能改变残酷的现实，就是你再怎么过度治疗也没用了，只会增加你的痛苦。所以生前预嘱提倡呢，要在你清醒的时候，就是人真要走进了重症病房了，真到临终的时候，他的情绪受死亡威胁太大，不见得清醒。所以生前预嘱立这个预嘱的时候，应该是在你身体还没太大问题的时候，处在清醒状态之下，你的一种选择。那么这个不仅仅是从病人要临终的人他们身上切身感受上出发，还有一点，有一种积极的社会作用，就是现在针对目前中国的医疗资源，你看比较典型的临终的人往往送到哪儿？经常进这个 ICU 病房啊，你又是这个切个气管，又上呼吸机的，又是心脏复苏，那个心肺复苏术啊，经常把病人的肋骨都弄折了，或者心脏电压啊，人工往心内注射液体，惊心动魄的治疗，延续了病人短短的那么几个小时或者几天的生命，最后还改变不了死亡的结局。本来原先就是3甲医院呢，大城市有 ICU 病房，现在你看2、3线城市只要有条件的都上 ICU， 为啥呢？挣钱了。因为你进了 ICU 病房，说白了就是你别的治疗啥也没有，就是简单的人工的维持你的血压，维持你的什么正常的呼吸，就这些，一天就得5、6千块钱。所以就这方面花费是很大的，而且人要到了不行的时候，再怎么过度医疗都没有用。大夫跟我说嘛，说人一辈子，中国人这一辈子1半以上的医疗费花在了生命最后半年，就要到不行了，费用上来了。所以有人提倡说，你原先应该养生啊，应该注意啊，何必呢？这是。所以我说，这个生前预嘱它所针对的，它绝不仅仅是说就要解决病人的痛苦，要解决这个临终之前有尊严的选择问题，它里边还着眼于这种社会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所以就这几个方面结合，也使生前预嘱在中国呢获得了很多人的认同。那么它的方式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生前预嘱签订的是模仿美国的方式，因为现在世界范围只有美国对这种方式立法了，同意了。2005年春天，全球媒体的焦点集中在美国女植物人特里夏沃身上。
他的生死选择曾经惊动了白宫、参众两院、最高法院以及成千上万的民众。1990年，特里心脏病发，成为植物人。8年之后，她的丈夫向法院申请拔去特里的生命之管，让她自然死去。而特里的父母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女儿有维持生命的权利。一边是支持特里父母的强烈民意，一边是支持丈夫的司法判决，双方冲突不断升级，甚至在民意压力之下，白宫和参众两院都罕见地介入此事，倾向于让特里活下去。最终，最高法院在巨大压力之下，甚至不惜以拘捕多名冲入医院的支持者为代价，仍然判决拔掉特里的进食管。而法院终审的最重要依据之一，就是特里的丈夫、医生和一些朋友证明特里在生前清醒之时有过尊严死的愿望。在拔管13天之后，特里的生命消失了。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尊严死最著名的事件。有人说这跟安乐死有区别吗？大有区别。这种方式我们叫尊严死，不叫安乐死。而且这个尊严死有个最积极作用，它绕开了安乐死法律的一个地带。什么地带呢？就安乐死，你不管怎么说，是病人和家属合谋，通过一种医疗手段终止病人的生命。就是我现在很痛苦，你大夫你给我打一针，你让我死了得了吧。这个无论病人怎么样要求，这个过程，这是大夫和家属帮助病人死亡的。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安乐死根本无法立法，原因就在这儿，就是你一旦要真是立法同意安乐死了，那是不是有些不道德的医生或者病人家属想借用这个机会来谋害病人呢？这很有可能，因为它里头有绕不过去的一个坎儿，就是这毕竟是由别人下手终结你的生命。这从法律和人伦上来讲，可能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尊严死就绕过了这个门槛，因为尊严死是你自己的选择。这个时候医生和家属呢，仅仅是面对你这种病情的不作为，而不是直接动手加快你的死亡，让你直接步入死亡。所以这个尊严死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安乐死的门槛，所以它更容易被广泛的人群所接受。就说到底应该怎么整，怎么救治，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生前预嘱签立方式，大致叫我的5个愿望。这我的5个愿望呢，就把你临终之前所有关于这些医疗方面的一些东西都囊括到里边了，你可以通过打勾来进行自主选择。罗点点创建的网站名字叫做选择与尊严，选择在前，尊严在后。网站中有一份题为生前预嘱的文件，希望选择尊严死的当事人需要填写文件中罗列的我的5个愿望。内容分别是：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医疗系统，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么，和我希望让谁帮助我。可以说，这5个愿望是患者失去表达能力，已经不能再对医疗发表意见的时候能替他说话的文件。可能现在我们有些观众朋友看了这个觉得很有道理啊，这就是有尊严的选择一种自己的死亡方式，这无可厚非啊。说这个可比安乐死我们看着好像心里能接受多了，但是这个事情在中国为什么目前没有能进入法律规范？而且这个生前预嘱不具备法律效力，它只是给患者提供一种选择，甚至呢给病人家属做选择的时候提供一种依据。它为什么无法现在进入法律呢？因为中国有非常复杂。为什么无法现在进入法律呢？因为中国有非常复杂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跟大伙儿说一下。第一种呢，中国存在着不得不活的现象，就是我不想活了，但我不得不活。你像巴金老人活了100多岁，他生命的最后6年就是靠呼吸机维持的，喂食把气管都切开了，他是痛不欲生，就活着还不如死了呢。可是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很爱他，希望他活着，所以巴金最后说呀，我就是为你们活着的，长寿对我来说是种折磨，这就是不得不活。对于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对于一个他活着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更好的这样一个人，第一，我自己觉得顺其自然是最好的。
第二，我觉得大家尊重他自己的选择，这是最好的。你包括就是我这位朋友，说起来大家也都知道，庄则栋。庄则栋呢是今年大年初一过世的。他之前得了癌症呢，他的肝脏有7%呀已经被癌细胞占据了，就靠那1%维持生命。他做了20多次化疗，就这人呢已经就被摧残的够可以的了。但是呢，他身边的亲属谁也不希望他就这么离开人世。所以庄则栋曾经跟大夫说过，让我选择有尊严的安乐死吧，你让我死亡吧。但是医生限于法律和制度问题，谁敢做这样的决定啊？所以就说这种情况我们叫不得不活。再有第二种情况叫不得不死。这个在2001年西安有一个事儿，有9个尿毒症患者啊，集体联名写信要求对他们实行安乐死。为啥？这尿毒症治疗得钱，自己没有钱，与其这样痛苦，还不如你让我安乐死了得了。有很多患者他最后想安乐死或者说尊严死，其实不见得他真愿意就这样，他只不过觉得自己活着是给旁边亲人增添了巨大的负担。你说治我一个病，孩子得背多少年的债，我怎么有什么这些心里头能接受这个，于心不忍呢？干脆我死了得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就在尊严死这方面呢，浙江曾经有一个医学博士，他这方面的知识很丰富，他也愿意接受这个。他父亲一查是癌症，说还有这个半年的寿命，然后呢大夫说你要如果现在就住院，通过化疗上呢，没准还能活7、8个月、9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他告诉他父亲，并且跟他父亲谈完了，他父亲就选择不治了，从医院出院回老家，天天陪着老伴儿，然后种菜，跟老友打麻将。半年以后呢，很平静的就死去了。本来这个我们看起很正常，可是当老人死了，这个医学博士承受着巨大的来自家族的压力。很多还博士呢，还那么懂医呢，而且家庭状况还有钱呢，就不愿意给他爸治，就图这俩钱省这钱。你这哪是儿子？结果这个医学博士承受着特别大的压力，而且有的时候指责他的亲属多了，他甚至怀疑我这样做是不是做错了？是不是我父亲本来可以再多活几个月，我让他提前几个月就终止了寿命，这是我造的孽？他甚至对这个观念都动摇了。这也是中国一个特殊情况。所以现在呢，我们看生前预嘱这个在中国要想推广的话，我觉得必须满足3个条件。头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说至少要有病人的主治医师，以及这个主治医师以外的另一个医疗专家，得专家级的，共同做出判断，就是这个病人治没意义了。不仅没意义，而且再治的话他得痛苦的不得了，就是我们简单说生不如死。这个时候生前预嘱才可能生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预嘱立的时候一定要在这个本人在非常清醒的情况下，他不能存在着被胁迫或者说被其他的人呢所左右蛊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他是神志绝对清楚、绝对理智的时候才能做出这个判断。在第三点，必须得是实施这个敦严死能够对社会大多数人心理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接受不了，他暂时也不适宜立法。但是在我看来呢，从这个社会的民主文明程度，包括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规范，人呢越来越宽容，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给尊严死一个合适的空间。实事求是的说呢，我在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虽然我这个年纪还不算大，40多岁，我也想直接去找这个推广协会，我看一看生前预嘱整个的过程，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也去签订这个，既让自己在临走那一天避免痛苦，同时也能节省一下整体的社会医疗资源。我也相信这个尊严死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一个发展方向。每年进入夏季这个6月份、7月份、8月份，乘坐飞机出行的乘客遇到飞机晚点，恐怕是家常便饭的事。进入到2013年，这个现象尤其严重。一家调查公司，它针对全球35个国际机场做的一个调查，它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今年6月份起飞的22019架航班做了调查，发现正点率只有 18.3%。那么这个数据呢，是接近我们正常的真实的感受。也就是说，现在中国这个飞机不能正点起飞，总是晚点，已经成了我们乘客乃至航空公司都无可奈何的一个现实。如果最近大家呢看一些新闻，尤其是你要在网上看微博的话，你经常会看到这个现象，就是乘客
在机场里苦苦等待，结果这个飞机一晚再晚，闲得无聊的时候，很多乘客发微博，发牢骚，把心里的不满要写出来。结果有的时候呢，一开始你看发微博还是担心，哎呀，怎么还不飞呀？这都拖了1个小时了，2个小时了。继而这种情绪由不满转变成愤怒。我们很多时候就看到这些乘客呢和这个机场的地勤人员，包括在飞机里和空姐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比方说和地勤人员打起来了，把这个机场那个柜台呀给弄坏了，把这个电脑给打坏了。今年出现的比往年要多得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有人说这乘客心里头啊，就是不平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你想，我们每个人选择飞机出行，飞机目前在中国来说呢，它和地面交通比呢，它毕竟是一种特殊交通工具，它比地面交通档次要高。咱们很多人乘坐飞机无非2个目的，第一个是快速，那比火车快多了；第二个是舒适。如果你坐了一趟飞机，既不快速，一晚点，有的甚至晚1天，有的甚至你从这儿飞到那儿，原计算2个小时到了，结果你在机场又住了1宿，等了甚至1天多你才能过去，还不如火车快了呢。你说你心里窝火不窝火？再一个舒适，坐着飞机呢，咱很快就到了，在飞机上提供饮料什么，你也觉得挺舒服。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被无限延长，即使机场给你提供各种食宿，你心里得多着急。我们在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有很多人说，就指责什么航空公司沟通的不行啊，服务质量太差，有的对这航空公司的人员呢发泄不满。是关了机门以后才排队，排队然后呢就等很久，对吧？啊，有时候我最多等过7个小时，上上下下这样。你总是晚点的话，你不耽误乘客吗？跟他们讲，他们只是道歉，也说不出来其他原因。其实啊，咱们说句掏心窝的话，航空公司这些人也不容易，怎么不容易呢？这飞机晚点也不赖他们，他们自己也说了不算，说我什么时候能飞，甚至他们比你更希望快点飞。为啥呢？你像空姐这些人，他这个上班是以什么算呢？舱门关上了，他才算工作时间，等那功夫都不算的工作时间，他都挣不着工资这时候，所以他比你可能更希望起飞。最近微博上流传着一张照片，2名身穿夏航制服的空姐低着头，双手合十，他们面前的桌上放着一些水果和糕点，而他们跪拜的对象竟是正点2个字。有网友评论称，看看航班延误把机组人员都逼成什么样子了，原来他们比我们更渴望正点。我们乘务员呢都非常耐心的跟他们做好这个解释，可能造成这个航班大量滞留了，这个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哈，不是航空公司能够控制的。航空公司当然希望航班准点了，我们曾经计算过，那么仅以飞机在地面等待为例，那么这个增加成本就大约在每个小时5万到50万元不等，这些都是航空公司平白增加的成本啊。而且有的时候说呢，这把我们关到这个飞机里头，然后舱门也给关上了，然后就在机场慢慢往前滑好几个小时，这气死我们了。其实整个机组人员也不知道啥时候起飞，你得先把乘客叫来，都准备好了，等待命令。万一你要在那儿没准备好呢，人家安排别的飞机起飞，你这正常又飞不了了。再一个，为什么关上舱门呢？这个也跟我们管理有一些非常不合理的规定有关。我们说正点呢是按时起飞，他算的就是你按照这时间关上舱门了，就算正点起飞。你说这合理吗？所以为了追求正点率，先把乘客整到飞机里头，关上舱门，这就算正点了。至于啥时候飞，没人管了。这里头确实有我们现在民航系统严重的一些管理问题，管理不到位的地方。为什么飞机总晚点，它不能正点起飞？首先我们说，过去飞机晚点，头一个呢就是呢，飞机需要检修，就可能出故障了。但是中国现在大多数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是新买的，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这种情况是极少的。第二个呢是雷雨天气，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有的说什么雷雨天气，这上头天空非常晴朗，怎么就雷雨呢？那别人说那飞机怎么就起飞不了？那是碰到大雾天气、大雪天气了。还是能碰到大雾天就好，碰到大雾天飞机就不飞了。雷雨天气是这概念，不光是起飞的地方不能有雷雨，落的地方也不能有雷雨，而且起飞到落中间这个航线上也不能有雷雨。刚刚得到消息，由于长沙机场大雪，所以机场封闭，飞机无法降落。现在飞机准备返航，请各位谅解。这样没事就能回去。所以一旦出现雷雨天气呢，不能飞。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就是这两个是通常原因，但是这两个绝不是现在中国飞机晚点的最重要的原因。现在飞机晚点有一个原因，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或者是忽略掉了。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流量控制。这4个字可能经常坐飞机朋友耳熟。一晚点就是，这个各位乘客朋友们，现在由于机场流量控制，我们抱歉地通知您，飞往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深圳、成都、沈阳、重庆、杭州、大连、西安的航班全部延误。我们深表歉意。我们经常会听到空姐很温柔的声音，可是你听再温柔的声音，是这内容你心里也来气。那什么叫流量控制呢？流量控制就是管理部门呢，它针对机场要起飞飞机的数量，为了保证在空域紧张的情况下保证空中安全，对机场起飞的飞机的数量要进行管控，这个叫流量控制。那么最根本的原因，飞机晚点在流量控制。假如说这个雷雨天气一发生了，前面有2个航班延误了，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俩航班当雷雨天气排除之后，这俩航班应该先起飞吧？他俩起飞了，完了，后边所有的航班多米诺骨牌是跟着都晚点。为啥呢？空中的航路和区域就这么宽，有限的空间，他飞了，别的就不能飞。有的人说，那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么大一片空中就随便飞呗？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们这空域，民航能管的空中区域是有限的，准许它飞的区域特别有限，所以如果这个晚点了，多米诺骨牌似的，剩下的全倒了，谁也不能挣钱。所以我们现在飞机大量晚点跟流量控制有直接关系，它的直接原因是空中区域太紧张。有时都奇了怪了啊，这民航就管这个的，空中那么宽，怎么他就能管一块，那些管不着，那些归谁管呢？前不久呢，咱们这个中国民航局的局长李家祥曾经对外界说我们民航真正能管的空中区域就20%，假如所有空中区域100的话，我们就能管到20%。这话什么意思？就那80%不归民航管，民航是不能在那些区域飞行的。你想想，假如说我们抬头看到这一片天，只有20%民航飞机能飞，那么它晚点就可以理解了。为啥呢？因为这些年咱们民航的飞机每年以2位数这个数字往上涨，就可以说比早些年等于翻了多少班都不止。你说这飞机多了，能飞的地方就那么窄，它不堵不就不正常了吗？它不晚点反倒不正常。这个就好比呢，咱们说北京这个交通堵得厉害，地面交通就这道路就这么有限，你这车无限的往上弄，那它能不堵吗？有人说那这堵的就多修点路呗，你要修不了路咋办呢？那你只能限行限号。所以现在这飞机晚点就好比限行限号，这流量控制就是限行。2013年以来，航班延误频发，渐成家常便饭。各色人等网上吐槽，候机大厅冲突升级。为何今年以来飞机晚点渐成顽症，乘客总是人在囧途？地面排队，空中堵车，看上去无限广阔的天路，究竟为什么越走越窄？老梁观世界告诉你，航班为什么总晚点？真正民航能掌握的空中区域也就是20%左右。这个管理说了算是谁呢？叫国务院中央军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简称空管委，它是由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共同管理的。这个空管委呢，设在总参谋部，协调工作的人员主要来自军方，而且如果你要这些区域的使用，也要各大军区和空军系统支持你才可以。假如说民航我这20%不够，因为确实飞机的数量增长越来越多，而你这个整个的航路航线还那么多，那当然就会造成晚点和不够飞。所以民航里边的人开发什么呢？你比方说2辆飞机，就是起飞这架后边这架中间的隔离这个区域至少要在20公里左右，现在把它改成10公里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层数呢，咱们比方说距离地面6000米到8400，8400到12500，这是2个不同区域。原先呢，比方说我飞每个之间间隔600米，就垂直距离，现在给它改成呢缩到300米，差300米就是一层，300米一层，300米一层。所以底下6000到8400这块呢，等于分出6层来，8400到12500呢，由原来的7层变成了13层。
就是这样，飞机就跟飞楼房一层一层楼似的，它不可以多飞了吗？所以现在就把这个都用上了。有人说，那照理说扩容不少啊，一样跟不上飞机增长速度。每年中国这个飞机都以10%几这个速度往上增，连续这都多少年了？所以现在一年中国总共飞多少万飞机？大约将近200万班飞机。这么大飞机，你在空中增加这些，基本上速度是跟不上，是不够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军方呢也积极做出了配合，就是说我们呢可以呢把我们管制的区域呢临时放给你一部分，或者是你原来的航线我们再多出一块给你增加平行航线。可是这些改革你看起来迈了一大步，但依然是杯水车薪。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不把空中区域放开给民航的话，中国飞机的晚点是不可避免的。早在2009年，我国空军就与地方民航等部门协调后确定，春运、五一等特殊时期，军航主动释放临时航线供地方民航使用。民航空管和航空公司在前一天通过邮件能获知次日临时航线的可用信息，灵活进行调度使用。2010年世博会期间，空军释放了部分临时空域，有效缓解了华东地区航班延误的状况。2012年5月1日小长假期间，我国空军部队宣布，在31个省市自治区范围内，除必要的战备值班外，停止了正常的飞行训练，让路民航飞机，以实现空域共享。2013年1月，央视有消息称，除了正常的战备值班外，中国空军暂停飞行训练，为春运民航让路。这些成功的例子也为今后军民航空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思路。现在其实在世界范围和中国类似的情况也有。美国呢是由于它有它的强大的实力，它90%领空呢对着民航系统放开，而其他国家呢，你像日本就比较为难。日本谈这个话题呢，谈判对象呢绝不仅日本自己的自卫队，还包括驻日的美军，你得跟他谈领空的问题。欧盟也是如此，它有一个一体化，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谈。现在西方的大多数国家呢，基本实现了民航空域的灵活使用，这一点确实在体制管理上呢，它踏出了比较新的一步，值得我们去学习。你像即使是美国这样国家，它空域都那么放开了，真要有紧急情况，它该关闭一样关闭。前不久我们做过一期关于美国总统的座机空军1号的事情，我讲过这个故事，大家可能还记得，这真事儿。就是这个911事件发生之后呢，总统布什呢当时在这个佛罗里达州，他的空军1号飞机就停在佛罗里达一个机场。这时候恐怖袭击一来了，地面也不安全了，赶紧先飞起来。可飞起来，那时候美国这空中区域它没有那么多，咱说军事禁飞区，民航的飞机也来回飞。结果这空军1号飞行员去看哪个民航飞机都像本拉登挟持着飞机要跟布什同归于尽似的，就说去哪儿呢，哪儿都不安全。哎，到墨西哥湾上空，为什么？墨西哥湾那有个美国有个空军基地，那个上边有空军飞机盘旋，那是安全的，军方控制的，就飞到那儿去了。然后飞到那儿的时候呢，再告诉这个各个地方赶紧清理空域，让民航飞机躲开，然后保证布什能安全的飞回去。也就是说，一旦美国出现突发状况呢，它的空中领域它也要最及时在第一时间完成清理，禁止其他民航飞机飞。这也就是说，你民航再怎么发展，它的重要性也大不过国防安全。所以这个在世界范围呢，已经是一个通用的惯例了。我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就说，那就放开能怎么的？放给民航不解决晚点问题吗？这话就是隔行如隔山，咱们并不了解国防方面的一些东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肯为民航它的经营状况而影响到国防安全的，中国也是如此。这里边有这么几个原因。头一个，国防需要是第一位的，就是我们现代战争，你知道，你看着说地面啊，说你登海岛啊，打陆地啊，是地面的，不是。谁占据了空军优势，谁就真正获得了优势。从空中居高临下，你是扔炸弹也好，控制其他的领域也好，空军的作用特别大。航空母舰为什么受到重视呢？就是因为它一下子呢，让飞机能够来回的补氧了、补给了。这样的远航的时候，当飞机燃油不够的时候，这等于有一个不沉没的岛屿可以供它补给。所以航空母舰的重大意义在于空军的作用，航空母舰才有重大意义。二战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诺曼底登陆，如果没有强大的空军力量，那不可能在欧洲开辟出第二战场来。
所以这个空军对战争特别关键。那么呢，谁控制了领空，谁在一定程度上就等于控制了战争的主动权，包括决定了地面战争的胜负。所以首先一个空域这块的控制，它是战争成功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我们国家自己领空，如果你轻而易举的不控制了，或者控制疏松了，很可能让对方有机可乘。第二点呢，有人说那美国，你看美国怎么空中，我听说数据90%空域都放开了，甚至就那10%空军控制也是不训练的时候就让你民航飞，人怎么能做到呢？很重要一点，美国在海外有大量的空军军事基地，至少10几个军事基地遍及全球各地。他的军事训练可以在那些地方进行，不用占美国自己的领空。所以这些诸多原因，复杂的国际情况、周边环境啊，再加上我们的军事力量还没有厚实到美国那种程度，所以我们对自己空域暂时是不能放开。现在呢，也在极力的跟民航局协调，像我刚才说开放临时航线之类的，但是杯水车薪，不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现在呢，民航的快速发展和空域的这种控制程度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说民航局如何呀，服务态度怎么差，其实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决策权。空域本身就紧张，就像地面道路资源就这么紧张，你怎么办？你车还无限量的增多，你总不能说道路资源紧张一堵车，我们骂公交车司机吧，那是不合理的。你冲他发气有什么用啊？根儿不在他这儿。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说，一旦呢你到机场去呢，其实也不是一旦，家常便饭的。我今天坐飞机给我感觉好像正点的就1-2回，剩下全是晚点的。我最长时间今天坐飞机等过4个小时，很多朋友说你真幸运，才晚点4个小时，有的经常等1天。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咱们大家记住，这是中国目前这个发展阶段一个很无奈的事儿。你别轻易把这气呢撒到航空公司上，他们也很无辜，他们啥也定不了。就是你说你不知道飞机啥时候起飞，他们也不知道。从这个事情上，我也想起了，有时候我在网上看，经常有的那些愤青发布一些什么观点呢？这菲律宾这什么钓鱼岛问题，这样的想法不仅狂躁，而且极为幼稚。你想一想，假如你坐飞机晚点了，你受不了了，难受的要命。我今天跟你一解释，由于流量控制，你连这点委屈你都受不了。真如果战争要打起来了，我们生活受到影响，那可远远不止飞机晚点这点啊，那你整个生活可能就乱套了。为什么世界2大主题，一个和平，一个发展，反战是现在世界上积极的一种看法呢？就是因为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摧残太大了。所以世界上有这么一句话说的很对，就是再糟糕的和平也比战争要好得多。所以我想大家对战争认识，因为有这种印象的人、概念的人啊，我什么要打仗，我要当兵干什么这上战场，绝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战争。你让经历过战争那些老兵跟你讲讲，留下的绝对不是什么辉煌，反而是非常伤痛甚至恐惧的记忆。所以我想这个话题，如果你愿意多深入思考的话，可能会对你对战争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